贤姐的话让两个气氛紧张的男人暂时压抑着彼此的怒火。进店的时候，两个大男人并肩往里走，却差点撞上彼此。莫东浩瞪着战一晨，低沉的道：“战二少爷，我家丫头对你的追求还没有接受，麻烦你给她应有的尊重，不要老是动不动就拉着她的手。”战一晨不甘示弱地回应着：“云初不是你家的，你姓莫，她姓宁，只有宁姑姑才有资格跟我说这样的话。我也不是占云初的便宜，我是体贴她看不见，牵着她下车而已。莫东浩，丫头叫我哥的，我这条命也是丫头救回来的。我们俩兄妹相称多年，她在我心里就是我莫东浩的妹妹啊。我也知道浩哥和云初手足情深，所以我才叫你浩哥。”莫东浩一噎，战一晨一副我叫你浩哥，就是把你当成哥哥看待了，给足了你面子的架势，我都不敢当呀。战二少爷还是叫我莫先生吧，云初怎么叫你，我就怎么叫你。我听云初的，那浩哥应该听说过我们战家男人很听老婆的话。莫东浩黑脸，云初还没有嫁给你呢，早晚的事。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战二少爷脸皮那么厚。战一晨笑着，脸皮厚才能追妻，脸皮薄被拒绝就放弃，追不到老婆的。莫东浩一噎，两个人的对话说的不算大声，不过宁云初和贤姐都听到了。贤姐笑着对宁云初说道：“他在追求你吧？这小伙子不错，有前途。”他是听莫东浩称呼着战一晨做战二少爷，却压根儿不清楚战二少爷在管城是什么含量。贤姐，你放几天假？贤姐是在一间公司上班的，她并没有因为男朋友年薪几百万就享受生活，依旧坚持着上班，哪怕她收入远远不如莫东浩。用她的话说，花着自己赚来的钱，腰都能挺直，连同周末2天，也就3天假。云初笑道：“3天假也可以，像我们个体户啊，1天假都没得休。但你们自由呀，我想着婚后也开一间店，做点小生意，不想打工了。”云初，你开花店利润大吗？过得去吧，竞争力很大。贤姐计划开花店吗？两个人坐下来后，云初很熟练地给大家泡茶。贤姐看着他的眼睛，关心地问道：“云初，你的视力还是一点都没有恢复？”“没有。”云初边泡着茶边说道，“不过在我熟悉的环境里，很多事情我能独立完成，熟能生巧嘛。”贤姐点点头，她说道：“我想开咖啡店，我对花草不是很喜欢，要开店就要涉及自己喜欢的行业，因为喜欢才会用心经营投入，才有可能成功呀。”云初点头，她当初也想过开咖啡店的，不过呢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开花店，因为她喜欢打理花草。还没有失去光明之前，宁家别墅里的花草大都是她种的，养得特别好。主要是她在家里是个小透明，跟父母姐妹处不来，她想找点事情做，避开他们，于是就养花养草，养得多了，有了心得，也是真心喜欢摆弄花草，便开了春暖花开这家花店。宁云初和贤姐聊着开店的事，两个大男人没有共同的话题，就是你瞪我，我瞪着你，比谁的眼睛大。这边两个大男人比谁的眼睛大。那边的战印带着海童回到山庄，却在山庄门口被2辆车挡住了去路。那2辆车并不是停放的嚣张，只是并排停放着，就恰好挡住了门口。山庄大门口的保安亭呢，有值班的保安，保安一看到那辆劳斯莱斯，就知道是大少爷回来了。2名值班保安连忙走出来，走到那2辆车的车窗前，敲打着车窗。等司机按下车窗后，他们说道：“我们大少爷回来了，麻烦你们先把车停在一边，等到管家回复了，你们再开车进去。”这2辆车正是宁云初2位大姑姑的呀，就姐妹俩呢，相约着来见战家的二太太。来得早了点儿吧，二太太还没有起床呢。未经二太太的同意啊，管家也不敢擅自让他们进去。
他们呢就便在车上等待着。倒是没有想到过停车的时候，恰好挡住了人家山庄的这大门口。那听了保安的话，您家2位姑太太呢连忙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一边去。那数分钟后，站印的专车队驶入了悠悠山庄，保镖车停在露天停车场上。站印坐的那辆劳斯莱斯却是直接开到中心主屋的门口才停下来。载着海玲母子俩的那辆保镖车也跟着开到了中心主屋门口。陆东明是山庄的常客，他就随意的在露天停车场停好了车，下车后还走回到保安室，八卦的问着外面那辆车是谁家的。是崔太太和金太太，他们俩想见我们二太太。二太太还没有起来，杨叔让2位太太等一等。杨叔是2房的管家。陆东明对于崔家和金家没什么印象，那2家门庭明显与陆家不在一个层次上。陆东明失去了兴趣，给了值班保安1人1包烟，便步行着朝中心主屋走去。对于悠悠山庄的风景，陆东明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没什么欣赏之心。经过一座凉亭的时候，看到老太太在凉亭底下练着太极拳。站奶奶，陆东明停下来，笑着和老太太打招呼。要是开车的话，修一下就过去了。压根儿看不到老太太在这里练太极拳。老太太看向他，动作未停，嘴上笑道：“东明来了。”战役也回来了，我是跟着他一起回来的。这几天公司里放假，没有提前安排好节目，就跟着战印过来看看战奶奶。以往休息时，他们铁三哥要么一起去打高尔夫球，要么去骑马啊，或者出海啊，总之总有节目安排。现在战印有了老婆，一放假就是黏着老婆偷香，哪里都不想去。苏南又刚新婚，明天3朝回门后，苏南就要带着新婚妻子出门度蜜月。那陆东明觉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，没有好去处了。你小子是真的来看我老人家啊，还是找个借口呀？老太太笑道：“海玲和洋洋都来了吧？”海玲和洋洋也来了，我是真的来看战奶奶的。陆东明步入凉亭，在一旁坐下，看着老太太继续练太极拳，嘴里说道：“以前我奶奶活着的时候，我让我奶奶跟着战奶奶练太极拳，我奶奶不听我的。她奶奶和战奶奶是一个年代的人，但是她奶奶的身体健康跟战奶奶比差远了。战奶奶如今都还身体硬朗，不用人陪着，也能坐着飞机满世界飞。算计孙子的时候，算盘打得啪啪响，而她的奶奶却已长眠地下多年。你奶奶是真正的大家闺秀，跟我这种家道中落的破落户是不一样的。谁说战奶奶家里是破落户的？战奶奶明明也是大家闺秀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我太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我娘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，到我出生后，已经家道中落的了，如今连大宅子都上交给国家管理了。你奶奶优雅了一辈子，那跟我这种老粗人比不来啊。”她练完了太极拳后停下来，陆东明就连忙起身走过去扶她。这老太太不用他扶，还挺有兴趣的，对他说道：“东明啊，要不来跟战奶奶过几招？那战奶奶很久没有活动过筋骨了。”陆东明马上一副求饶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战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可不敢跟你过招。奶奶输了又不怪你，但是奶奶年纪大了，万一我没控制好力道，伤了战奶奶，我就成了战家的罪人，以后战家的大门都不为我开，我太亏了吧。奶奶还是找战印过2招吧。”战印的声音传来：“东明，你别把我拉下水去。”他抱着洋洋走进了凉亭。奶奶，老太太嗯了一声。洋洋礼貌地问好。老太太笑着抱过洋洋：“我可想洋洋了。”海彤姐妹俩后面进来的。奶奶，战奶奶。老太太笑得欢：“都回来了呀？赶紧回屋里去，外面热，这才9点多吧，就觉得热了。”老太太招呼着大家回屋里去，这随口问起战印：“宁家2位姑太太还在外面等着。”“您家的姑太太？”
战印想起停在山庄门口的2辆车，问着奶奶：“那是您家的2位姑太太吗？”“是宁云初的大姑和二姑，她大姑嫁入崔家，二姑嫁入金家，他们是来找你二婶的。既然是找你二婶的，总要你二婶同意见他们了，才能请他们进来。”老太太看似不管事，但整个山庄依旧在她掌控之中，除非她不想知道，否则山庄里的大小事情她都知道。战印淡淡的道：“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外面等着。这么早他们就过来，准备好事。您家现在什么情况了？”老太太牵着洋洋走出凉亭，问了战印一句。战印答道：“宁大小姐的2位大姑，就是现在在外面等着见我二婶的他们。除了骂宁大小姐白眼狼，就是想趁机霸占您家的一切了。太具体的事我没关注，那是一晨该操心的。宁云初以后只是他的弟妹，除非弟妹求到他面前，否则他当大伯的不会去关注您家的事。一晨也没有怎么插手吧。云初能处理好，一晨只要站在云初后面，就当他的靠山就行。”老太太对于自己挑选的孙媳妇是充满了信任的，相信宁云初能处理好宁家产业的事。战印不接话，老太太也很快就换了话题。老二和老三都不用他操心的了，就给他们选好了人，他们自己会去追求。就是老四和老五的妻子人选。老人家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。老六以下的那几个孙子啊，还可以再熬老点，不着急。男孩子普遍比女孩子成熟的慢啊。太早结婚还承担不起一个家庭的重担，总要在事业有成后再催婚，那时候他们就算不用家族帮扶，亦能承担得起一个家庭的重担了。现在天气不冷不热的呀，阿印，你带他们去我们家的岛屿上住几天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老太太给年轻人支招。战印答道：“先回来看看奶奶，奶奶想去吗？我一把老骨头了，就不去了。你们年轻人去吧，跟你弟弟们说一声，大家去岛上住几天啊，放松放松。”老太太还要去考察老四老五的妻子人选的人品，那要是没问题，她就可以敲定下来了。战四少和战五少瑟瑟发抖中，战印了一声。老太太扭头对海童说道：“童童，趁阿印放假，让阿印带你到处玩玩，其他地方去不去无所谓，咱们家的产业你还是要去看看的。海童以后是战家的当家太太呢，不能连战家的产业都不知道。这次你回来，我让你婆婆把咱们家的所有产业的账册一并给你看看，你可以暂时不帮忙打理，但要有个底，你婆婆若是想退下来了，你就要接手了。海童，奶奶，我还年轻，也没经验，一下子接手不了的。说句实话，她这个战家大少奶奶，现在连战家的产业都还没有摸清楚，她只知道战氏集团以及管城大酒店是属于婆家的产业，然后有个大马场，上次夫妻俩想去马场的，结果半路上战印以为她怀孕了，直接去了医院，反倒闹得不愉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去马场的事了。他还知道战氏集团在全国有不少分公司的，但具体在哪里他是不清楚的。老太太的话让海童猝不及防啊，他没想到自己还需要帮忙打理婆家产业的，更不知道自家婆婆平时看着养尊处优，闲着没事一样，原来婆婆手里还操纵管理着很多产业的。战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小瞧了去啊。一下子是很难接手，所以你有空的时候多跟着你婆婆学学，这是你以后的工作及职责，还有游游山庄的人事安排、收入支出这些账本，你也是要学着处理的。战印担心海童会被吓到，对奶奶说道：“奶奶，等我和彤彤办了婚礼再说吧。彤彤现在还得操心他投资的菜场呢，等他拿菜场练练手，积点经验了，再慢慢的让他接手。”
老太太笑道：“又不是让彤彤一下子就接手，是先让他摸个底。”战印便不说话了。这是海童嫁给他必须面对及挑起的责任。海童看看丈夫，见丈夫不说话，便说道：“那我可得趁这几天战印放假在家，好好的摸摸底。不懂的可以问问你们哈。她是知道身为战家的大少奶奶，那她需要尽到一些责任，只是没想到她还得摸清整个家族的家业，那还得管理一下。更没想到她以后还得管理着庞大的悠悠山庄。”海童想到初次见到穆晴时，看到穆晴对风尘山庄的管理啊，看来她和穆晴一样的，都要接手管着婆家的一些事情。就穆晴现在看上去已经上手了，她还没有开始接手。穆晴有底气，人家虽说在穆家长大，穆家不算豪门，但穆家属于小康家庭，而且全家上下都宠着穆晴，让穆晴自信开朗。后来穆晴又找回了亲生父母，亲生父亲是望城兰家的家主，不说继承兰氏家族的家产，仅是继承他亲爸的私人财产，穆晴就有几百亿的身家，妥妥的女首富了。有钱有地位就有底气啊。海童有点底气不足，不过想到战印以及婆家人对他的信任，海童又自信起来。他新手上任时，就算做错了事，婆家人也不会怪他的。他只要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，加以改正，就是进步。阿印主外，你主内，你负责的是一些小产业，就是那些商铺楼房出租以及一些连锁店的运营。不多的，彤彤，奶奶相信你能快速上手。老太太笑着安慰了海童一句，让海童不必压力过重。真正生意上的事是归战印管。不过海童也得知道这战事涉足的各行各业，夫唱妇随，战印知道的事他也要知道一点，以后陪着战印参加各种晚宴，至少不是一窍不通。海童笑笑，心里的压力果然小了点儿。等他们进屋闲聊过后，那老太太便把刚才说的话对唐君叶说了遍。然后呢，唐君叶笑道：“我早就想让彤彤学着接手的了。阿印一直和彤彤在外面生活，先少回来，我总不能跑到他们的小家去吧？怕阿印会把我轰出来。他很清楚儿子的霸道心理啊，就喜欢独占着海童。他要是跑去教儿媳妇接管家宅的事，说不定儿子怪他抢走了他老婆的注意力，就把他这个当妈的往家里赶呢。就战印是真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等彤彤完全能接手了，我也能和丽蓉周游世界去。妈，我还得你慢慢调教的。”海童谦虚地道：“他现在在上流社会都还没有混开啊。”唐君叶笑道：“没事，你不懂的就问我或者你奶奶。彤彤，你先跟妈上楼，妈把账册给你看看。”海童看向战印，战印摊摊手说道：“老婆，这件事我也帮不到你，妈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。”海童看向姐姐，海玲笑道：“彤彤也不用看姐，这是你的家事，你的责任，姐帮不上忙。”海玲是很开心的，替妹妹感到开心。婚礼还没有办，战家已经开始着手安排，让妹妹接触他们的家族事业，这是认可并信任妹妹的表现。海玲呢，算是彻底放下心来，妹妹是比她幸运很多。当初为了让她安心，哄骗她闪婚的战印，夫妻俩从没有感情到如今的深爱对方，生活得很幸福。主要是身为首富的战家，从来就没有嫌弃过妹妹的出身，这一点非常难得。海玲打心里替妹妹感到高兴。海童挽着婆婆的一边手臂，撒娇地道：“妈，我们刚回来呢，不能让我玩乐玩乐。”唐君叶宠溺地轻点一下她的额：“你玩乐的还不够啊，最近你也不算忙，除了看看店，你投资的菜场又有管理，你们当投资商的也就是偶尔过去看看，并不忙。”他看一眼自家儿子，打去了句：“真要说忙，就是忙着和阿印秀恩爱了。”
海童被婆婆调侃得满脸通红。走吧，上楼去。唐君叶可不管儿媳妇撒不撒娇，愣是把海童提溜上2楼去。2楼有2间书房，一间大书房是战印父子几个常用的，一间小书房则是唐君叶这个当家太太独享的。小书房的钥匙只有唐君叶和老太太才有，不过老太太自打唐君叶进门，就把内宅的大小事都交给了长媳打理。小书房，他老人家就很少在踏足。那其他人想进入小书房，必须经过唐君叶或者老太太的同意啊。2太太和3太太其实也清楚婆家的产业，不过他们不用操心管理而已。他俩是只管自己这一房的私业。那至于婆家的庞大家业，需要他们帮忙时，他们就会帮忙。大嫂若是没有请求帮忙，他们不会随随便便插手，就是怕大嫂起疑心，以为他们要争权夺位。反正他们2房的私业也足够多，儿子们都有本事，不用操心哦。他们只需要操心儿子的婚事就行。不过有老太太在，他们也还能轻松几年。老太太要是不能说服孙子们娶妻，他们当妈的更难说服。战家9子最敬重的人就是老太太，老太太怎么拿捏他们都会接受。所以2太太和3太太盼着婆婆长命100岁，能够帮他们催儿子们结婚，他们就等着当婆婆便可。唐君叶带着海童上了2楼，来到小书房前，他用随身带着的钥匙开了小书房的门。这条钥匙你奶奶都不用了，等会儿我把你奶奶以前用的那条钥匙给你，方便你随时进来看这账册。海童点头。婆媳俩进入小书房后，唐君叶示意海童关上书房的门，海童一言照做。关上书房门后，他转身打量着小书房，说是小书房，其实一点都不小。那里面除了书桌，还有一套沙发，有好几个书架，书架上塞满了账册。海童一开始以为书架上的都是书本，近前一看才看清楚，那根本就不是书，而是账册，有些账册还很有古风韵味。应该是战家的祖辈留下来的。这个书架的账册是祖辈们留下来的，你可以翻阅一下，知道咱们战家的发家史就行了。旧账册已经重新抄写到新账册，那样方便查阅。唐君叶解释了一句，他指放在书桌上的那台电脑，对海童说道：账本太多，翻阅查找麻烦，电脑上也有一份的，用电脑查找就方便快捷很多。海童环视着几个大书架，努力压抑着自己的震惊，问着婆婆：妈，这些都是咱们家的产业？海童奶奶说就是一些商铺房子的出租情况，还有一些连锁店小产业才需要我管的。一看账册这么多，海童顿觉得自己在这几天假期内都无法摸清战家的所有产业情况。妈呀，真的好多账册啊！就他并不是学管账这一行的，等于是新手入门。你奶奶说的没错呀，就是一些小产业，你知道在哪里，知道是谁在管着那行那业就行了。每个月是盈利还是亏损，会有人做出报表送过来的。不过你也得暗地里了解一下，免得被人蒙骗。略有点小贪的无伤大雅，水至清则无鱼，只要他们不过分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也不敢乱来。那若是被惩处，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到期了。战家的名头太大，那些管理团队并不敢乱来，就怕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况且战家对待管理阶层，就向来是恩威兼施的，只要好好的做事，不会被亏待。唐君叶怕海童过于执着和较真，略提点了几句。海童点头，我不懂的会向妈请教的。妈，这些账册都要看完吗？你暂时先看看每本账册的前3页，第1页是各行各业所处的位置，这个你是必须记住的。第2、第3页一般都是人事安排，人事安排都有他们的详细资料及照片，方便你认人。
海童内心则舌，面上不显。战家是千亿豪门，家大业大，她这个战家大少奶奶，未来的当家太太可不能被婆家的产业多而吓到。唐君业也在留意着海童的反应，见他眼神里有着震惊，面上却不显颇为满意，至少不会像没见过世面的人那样。那商太太应该没少调教他，商太太曾经是女强人，她亲自调教海童，唐君业是不会质疑商太太的能力的。唐君业把老太太的那条钥匙交给海童，对海童说道：“你也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那妈当初是花了几年时间才完全上手的，婆婆是豪门出身，都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完全上手，那她估计得花上更长时间。”海童忽然就不紧张了，哇，压力都轻松了很多。她怕死要她几天时间内上手呢？还好有几年的时间吧。唐君业是希望海童先给战家开枝散叶的，不过他在战役面前承诺过，绝对不催生，有那样的想法都是埋在心里，没有说出口。海童这么久没有动静，她自身都有了压力。要是她当婆婆的再说一句，哪怕是一句话，都能给海童添加压力。那故而唐君业没有把真正的想法说出来，只是说到你和阿印的婚礼还没有办，办了婚礼后，你们俩还得去度蜜月，过了蜜月期，你就要真正学着管家了。这段时间你还可以过着你想过的生活，妈不管你的。海童笑道：“现在知道了这些，妈让我轻轻松松的过日子，我都不敢了。当家太太不好当啊，以后有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们，也可以问问阿印，阿印是主外，但家里的事他也是知道的。”海童点头，想到有战印给他靠着，他又松口气。你现在是下楼去，还是留在这里看账册啊？唐君业问着。海童想了想后说道：“我姐和陆总都来了，有课在，我先跟妈下楼，账册这么多，我一时半会也看不完的，晚上有空了再进来看看。”唐君业嗯着。婆媳俩一起出了小书房，唐君业把书房门重新锁上，还说了句：“书房重地，一般不允许他们随意进入，书房里的卫生就要我们自己负责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妈会打扫的。以后你若是和阿印搬回山庄住了，妈就交给你打理。”好，怪不得战印不想太快带着他搬回山庄里住。距离远，不方便他上下班倒是其次啊，主要是他不想他太早就挑起当家太太的重担，那想让他多玩一段时间吧，快快乐乐的。海童对于战印的用心良苦敏感于心，那个男人是真的很体贴，他也很爱他。在这婆媳俩进小书房的时候，战印的二婶，也就是战一晨的亲妈起床了。知道崔太太和金太太来了，二太太没印象，不过杨叔解释一句，两位太太是您家大小姐的大姑和二姑，云初的姑姑呀，那请他们进来吧。二太太在沙发前优雅地坐下来，吩咐杨叔通知山庄门口的值班室，可以让两位久等的太太进来了。战二太太对宁家的三位姑太太都没有印象，宁家以前只能称为小康家庭，与战家的差距也是很大的。那是宁总害死了弟弟，接过了宁氏企业后，用心经营，才让宁氏有今天的财富。那饶是如此，10亿豪门和1000亿豪门的差距依旧很大。宁家两位姑姑的婆家能说是有钱人，平时两位太太也会参加阔太们的聚会，确实不能和战家的太太们同层次的。故而战二太太对崔太太和金太太没印象，两个人若不是顶着宁家大小姐亲姑姑之名，今天是走不进悠悠山庄的。杨叔呢，恭敬地应着，这几天公司放假，你们二少爷没回来。二太太就问起了长子的情况。没有，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倒是回来了，还有陆家四少爷也跟着过来。二太太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阿印夫妻俩回来了，他们也会陆陆续续回来的。中午我们去大嫂那边用餐，
杨叔呢，又是恭敬地应着。他掏出手机，打了一通电话到山庄大门口的值班保安室，通知值班保安放崔太太和金太太进山庄。会有人带领着2位太太过来见二太太的。在等待2位太太到来之前，二太太先去用餐。宁云初是老太太给奕晨选定的妻子人选，二太太对于宁家的关注度就高些。她有点好奇宁家的2位姑姑突然来访的原因。那等到宁云初的2个姑姑进来时，二太太已经用完了早餐，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翻着一本时尚杂志。就杨叔亲自带领着2位太太进来。太太，崔太太和金太太来了。二太太嗯了一声，便合上了杂志，把杂志放在茶几上。她起身微笑的这2人，这二太太啊。宁家姐妹俩虽说时常在阔太圈子里混着，却无法走进真正的贵妇人圈子，像是战家太太们的圈子，她们就是挤都挤不进来的。今天姐妹俩相约着一起过来，不说什么，仅是让他们在山庄外面等，就等了几个小时了。也是他们来得太早，以为二太太和他们一样，要早早起来安排一家老小的早餐，不曾想二太太现在才起来。他们就白白等了几个小时。2位太太请坐。二太太招姐妹俩，也不知道谁大谁小。崔太太呢，拉着妹妹走过来，先自我介绍一番。二太太，我是云初的大姑，夫家姓崔，这位是我二妹，夫家姓金。二太太微笑着，等2个人自我介绍后，她请2位太太坐下，再吩咐佣人奉上茶水、点心、瓜果。那大家客气几句后，金太太悄悄地扯了扯大姐的衣摆。崔太太明白妹妹的暗示，她笑着对二太太开口：二太太，我们姐妹俩今天冒昧前来打扰，是有件事想和二太太提一提的。二太太保持着微笑，她的笑在姐妹俩的眼里真的是雍容华贵啊。崔太太请说啊。崔太太想到宁云初得到了战奕晨的喜欢，就心里极度的发疯。一个瞎子凭什么得到战家二少爷的喜欢？他的女儿除了不如宁云初漂亮，哪一点不比宁云初好？却连战家少爷的面都见不着呢。主要是宁云初跟他们不是一条心的。宁云初是小弟的骨血，跟小妹的感情最好。宁云初童年过得不好，他们当姑姑的也没有帮过他，姑侄没什么感情啊。就既然不是自己的人，他们就不能让宁云初爬起来。要是宁云初没有战奕晨撑腰，就他一个瞎子都不见，拿什么跟他们争宁氏的家产？那想到这些呢，崔太太就不拐弯抹角，直接把来意挑明。二太太是这样的，我到我娘家侄女，就是宁云初这丫头，她对二少爷就是你的长子纠缠不休。二少爷是什么身份呀？云初这丫头心太大了，她是个瞎子，哪配得上二少爷呀？我们身为她的姑姑，劝过她的，她听不进去，一心想攀高枝。我们就当这个恶人了，跟二太太提一嘴，免得云初那丫头越陷越深。二太太，我们家云初条件就那样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人倒是不差的，但她不见呀，是个瞎子，哪配得上二少爷？金太太附和着：是呀，我们云初配不上二少爷的。想来你们战家也不能接受云初是个瞎子的，他还做出状告亲妈这种大不孝的事情来，德行有亏，就更配不上二少爷了。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这二太太算是明白了2个人的来意，是见不得奕晨对云初好，跑来搞破坏，在他面前败坏云初的名声的，想借他之手来拆散奕晨和云初啊。这2个人真是宁云初的亲姑姑吗？那样见不得宁云初好。你们侄女宁家大小姐和我们家奕晨的事，你们是这样的吗？二太太脸上的笑意敛了起来，认为宁云初配不上我家奕晨啊，认为他德行有亏。他告亲妈的事我听说了，如果他亲爸真是死于他亲妈之手，他这属于大义灭亲，对他的伤害更大的。我觉得你们当姑姑的也该站在他这一边呀，毕竟他的亲爸是你们的亲弟弟。
与你们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弟吧？难道你们觉得你弟媳妇害死你们的弟弟？是你们弟弟该死。我没有听说过曾经的宁家二少爷犯过什么天怒人怨的大罪，罪该万死呢？再者，身为儿女的，知道爸爸死于妈妈之手，真能做到无动于衷，任由爸爸枉死吗？虽说大义灭亲很难做，但能做出来的。我们但凡有点良知的人，都该支持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。两位太太哑口无言，半晌，崔太太说道：“云处这样做，是属于太义灭亲，难为他了。撇开这一点不说，他不贱，和二少爷是不搭配的。我们今天冒昧来找二太太，其实也是为了挽救我们的侄女。”金太太说道：“云处这丫头对待感情很专一的，她一旦动心就是一辈子的事。那若是别人呢，我们也不操这个心，不做恶人了。说到底，他们就是见不得云初和战一晨在一起，话里话外都在贬低宁云初配不上战一晨。那放眼管城，又有几家的女儿真正配得上战家的？就只要人家战家不嫌弃就可以了。”二太太淡淡的道：“我明白两位太太真正的意思了，你们就是觉得你们的侄女配不上我家一晨是吧？云初是配不上二少爷。”崔太太老实的道。那金太太也附和着：“我们云初也不是不好，但他不见是个瞎子，这一点别说是二少爷了，普通人家都得嫌弃他。他的眼睛治不好了吗？没有复明的机会啊。”两人哑了哑，他们也不知道宁云初能不能复明，只知道小妹一直想帮云初治眼睛，10年来带着云初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，只要听说哪个眼科医生极好，小妹都会带着云初去。但是10年了，云初的眼睛还是那样，依旧瞎。金太太说道：“云初都瞎了10年，也过无数眼科医生了，依旧不见。我想呢，他是难以恢复光明了吧？”二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们战家一向开明，长辈不会管小辈的感情之事。我们家一晨若是喜欢云初，那是他的事，我只等着当婆婆便是。云初不见也无妨，嫁入我们战家，又不用她做什么事，她只需要当好二少奶奶，就会花钱就行。”